怎么你们两个人就谈好我的未来？这是我的人生，你们两个人就决定了，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啊。所以我就那时候回我爸爸说，如果上帝真的要我做传道人服侍他自己来跟我讲，我再看要不要答应嘛，对不对？那后来我想问一下，说我们一个平信徒，我们会读经，会祷告，会有事情向神求，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考试考不好了，我们求神，想去什么好学校，找个好工作，讨个好老婆，我们都可以去求上帝。但是我们不见得会说，主啊，我要当一个传道人，对吗？然后我要一生的来跟随你，这个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传道人所付的代价应该是极大的。那您怎么样真正的可以踏上这一步呢？这个故事就更要从头说起，就是要从妈妈怀我的时候，那爸爸呢我们兄弟三人在怀孕的时候都会问上帝说，这个孩子应该给他取什么名字？那到我这时候呢，上帝就回答我爸爸说，给他取名叫颂恩，歌颂的颂，恩典的恩。为什么要取名颂恩呢？就是说，他说将来这个孩子，他说要为我去到世界各国去宣扬我的名，来传扬我的福，我的恩典，所以叫颂恩。那我那时候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当然不知道，在妈妈肚子里，我一直高中的时候，我爸爸才把这个历程讲给我听。但那时候当下的时候，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但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接受。所以当高中的时候，我爸爸告诉我这个妈妈怀孕时候问上帝我的名字，然后上帝说将来要做全职的传道人，这个孩子就是我要去做全职的传道人，在世界各地去宣扬他的福音跟他的恩典。我心里面就不是那么就以为然，就觉得说怎么跳过了我？你们两个人讲好了就好了吗？这是我的人生呢，我怎么好像没有任何一点的选择权？所以我就对我爸爸回答说，如果上帝真的呼召我做传道人，让他自己来跟我说，那我一定自己跟他来回应，我到底要不要答应他？去为他做这个传道人。所以就那时候就是非常年少无知，就这样的这个回答。那是我大概高中2年级的时候的事情。一直到我大学2年级升到大3的那个暑假呢，上帝就真的亲自的呼召了我。那一次也是在一个我们教会办的夏令会当中，1连8天的夏令会当中，上帝来对我说话。那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呢，很特别的是，他对我一开始说的只有2个字，他说你去，就叫我去。我就莫名其妙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要去哪里，要去干什么，什么时候去？问上帝，上帝就不再回答了，他就说这2个字。可是很清楚，因为我说过，我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听上帝的声音。那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我陆陆续续都有经历过听见上帝对我说话的经验，所以我很清楚是上帝对我说话，所以我才会回问说：“那他去哪里啊？”这些等等这些。可是上帝没有回答，所以我继续在祷告里面，在这边询问神、寻求神的时候，有一个从小到大跟我在教会一起长大的玩伴，他突然就跑到我旁边来，拍拍我说。上帝，松恩，上帝有一句话要我跟你说，他说你去。你会突然觉得鸡皮疙瘩起来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，因为就是怎么可能就说这2个字，然后他会另外一个人，我的认识我的朋友会来跟我说同样的一句话呢？所以就是让我非常确定说，这真的是从上帝来的呼召。然后说好吧，上帝既然你这样说，那我就不问其他的问题了，我就是相信你呼召我，要我为你去。那同时我在第2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就读到了耶利米书
第1章，上帝对耶利米的呼召说：你这未出母胎之前，我已经选召你做列国的先知，然后我无论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；无论你要去哪里，都要去。一样，就再次那个你去出来，我就好像在被雷打到一样，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呼召，而且的确，我是从在母腹的时候，上帝就跟我爸妈说要我去做传道人，所以我的被呼召的经验跟这个耶利米从小被拣选的经验很类似。那上帝又用耶利米的这个领导他的呼召说你去，再来呼召我，所以我就完全投降，说这个绝对不是巧合。上帝说一次，透过我的朋友说第2次，第2天早上读圣经，第3次耶利米书，一连3次，绝对不是巧合，就发生在这么短短的1天内的时间里面。所以我就回应上帝说，如果上帝你这样真的呼召我，那我愿意。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，也不知道去哪里，但是我愿意开始预备。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其实有提供神学的装备，是在晚上有一个圣经的小小的圣经学院，所以就白天我就去大学，我继续在大学里面我的学业上课，晚上呢我就去这个圣经学院呢来装备自己。那也同时也在教会里面开始学习做小组长啊，做这些服事。将你的爱分享。